也是啊。我们今天画一个四肢整张的。今天我们昨天先起了个小小稿啊。今天我们讲到的什么？一个是树的画法，点景的，点景的小船、人物，还有我们近景的这个草亭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构图啊，是那种叫对角构图，对吧？叫对角构图。我们右下角和我们左上角形成一个对称的啊这种构图。这也是啊，呃，比较接近于传统的一种构图啊。我们开始之前，对吧？把笔洗干净，把笔洗干净以后啊，我们常讲这个调墨的方法。有的同学就是一直强调，就是老师强调墨怎么调啊？笔尖调墨，调好墨以后，对吧？把多余的水分我们稍吸一下，哎，用这个废的宣纸，哎，稍吸一下。稍吸一下以后啊，我们一个是对角的，是右下角和左上角去做个对称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先画近景的山石，你看啊，先画近景山石，笔尖，你看啊，中锋，哎，先画一个近景的小的山石，哎，先画个近景的小的山石，看近景山石以后，由这个为中心，我们向后画，先把山石的轮廓看。哎，先把山石的轮廓我们勾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先把山石轮廓勾出来，勾出以后，勾完轮廓，勾出里边的小结构，哎，小结构，你看，十分三面，前面、左面、右面，后面也是啊，前面这个部分，对吧？然后左边、右面分出三个块面结构啊，哎，先分出三个块面结构，对吧？我们先把这个近景的山石结构轮廓，哎，先勾出来，对不对？看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轮廓勾出来，哎，简单的分出山石的外轮廓，还有里边它的小结构，对吧？我们先勾出来，啊，勾出来以后，哎，侧面的，对吧？侧面的这种土坡，同学们好，看啊，哎，我们先把左边的侧面这个土坡先勾出来，哎，你看，我们常讲勾土坡要注意什么？哎，注意它下面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哎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对吧？不要画成齐的啊，不能画成齐的，要有它一个什么凹凸不平，有突出的地方，有凹进去的，哎，这个变化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有变化，不要画成一个直线啊，不能画成直线。嗯，后面你看啊，哎，它这个石头的结构，你看对不对？它石头结构，哎，是那种平的江边，就是小河边那种平的那种山石，哎，平的山石，哎，勾出轮廓来以后，你看啊，勾出轮廓，我们先画什么呀？哎，我先把这个树形画出来，对吧？我们先把近景的树形画出来，
由上向下啊，你看我们画树的时候啊，由上向下，哎，先把这个树头的部分，哎，先确定一下，哎，这就是我们树头的部分，先确定出来，哎，向下勾，向下勾，那啊，先把左边的结构，哎，我们先勾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先勾左边结构，你看，哎哎，先勾左边的结构，哎，左边的结构，对吧？结构树的结构线勾出来以后啊，在右边的啊，向来过来，你看啊，在这个结构线的基础上，哎，我们再勾右边的结构。勾右边的结构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什么？注意看我们左边结构的它的变化，我们右边结构要随着左边的结构去变啊。过来，啊，到我们这个出右边这个树枝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这边是从上向下去出的，对不对？到右边的结构，过来，嗯，也是由上向下，在这个树干上去衔接，对不对？哎，在这个树干上去衔接，哎，还要注意什么啊？注意我们树形，哎，注意树形，对吧？上面，对吧？一个渐变，不要说上面特别细，突然就变粗啊，一定它有一个过渡的自然变化，哎，过渡自然变化。大的主干，对吧？主干出来，大的枝干出来，然后下面我们就开始啊，是吧？哎，小的树枝，你看啊，小枝怎样去出？我们先把这个大的枝干出来，大的枝干出来，左右，对吧？前后，先分出主干，然后再生发小的枝干，哎，小的枝干，看笔尖调墨，看笔尖调墨。哎，注意它，我们画这个，对不？讲这个鹿角，哎，对不对？常讲的鹿角枝，怎样去画鹿角枝？哎，向上，它有个这个交叉，你看啊，出来以后，对不对？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它有个规律啊。你看，我们勾的时候，它有个简单的规律，一笔过来，再一笔交叉一个三角的这个形状，对吧？它的角度，然后再过来交叉，哎，这样去啊，出小枝过来，哎，我们就这样开始的时候，哎，开始勾小枝的时候，你就按这个规律去勾，然后一组、两组，对吧？它就组成一个啊，组成一个这个整体的，哎，有局部凑成整体。你看这树干，对吧？到树干的地方可以用这个笔锋，就是我们中锋，擦一下，你看，稍擦一下，稍擦一下，擦一下咱们代表树上的这个村，对吧？时间长了，树上长的那种村，就是树纹树上的那种纹路。
后面你看啊，穿插一个过来。哎，先把这个主干和小枝，对吧？画完以后啊，画完以后，我们再画什么呀？长这个，哎，再长叶子，再长叶子。我们画一个这个，看啊，画一个扇形的，就是松枝一样的。看这种点叶的树啊，哎，画一种这种点叶啊。它的树形就是它的叶子和我们这个画的，哎，这样会那个菊花，对吧？它当然是不是松枝的画法啊？它是那种菊花形状的这种点叶。哎，你看啊，由上向下去勾啊，也是先勾树尖的部分啊，树头先把树头这一部分是墨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地方。哎，由上向下，哎，由上向下，一笔中，你看墨的变化，哎，由浓到淡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这一组，对吧？这一组在我们的调墨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在笔尖调好墨以后，你从上到下你去点的时候，对吧？它就产生一个墨的由浓到淡的一个变化。点完这一组啊，我们一组一组的去画这个叶子啊。前面这一组，你看，笔尖去画，哎，先画，哎，树外边的这个叶子，对吧？相对来说，还是墨比较重的，哎，靠近树干的地方，自然的让它墨淡下来，哎，淡墨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后面就开始就淡墨了，我们就画下面的一个结构啊，叶子下面的结构。哎，画完以后啊，笔中的墨用这个用尽以后，哎，再调墨，还是笔尖调重墨啊。我们再画后面这一组，你看，我们每一组的叶子都是由浓，哎，由浓到淡，对吧？你看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哎，这个墨的变化，哎，用完以后，对吧？这一笔墨用完以后，你再调墨，对吧？还是笔尖调墨，再画一组，哎，要一组一组的这样去处理啊，一组一组让它处理，不要说我们画这个整的这一块整个都是黑的，或者这一块整个都是淡的啊，对吧？一定要它每一组都要有个浓淡墨的变化，哎，一定要有浓淡墨的变化。我们常讲墨的这个一说水墨淋漓啊，墨韵在哪产生？哎，就在我们这个墨的变化上，你看对不对？在这个墨的变化上，就是我们这个树，对吧？你画完墨稿以后不用上颜色，感觉也非常漂亮，非常丰富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它线的变化，对不对？一个线的变化，再一个就是什么？我们墨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它的墨的变化。
上来一点。到下面以后，你看，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对吧？它的小枝也少，它的叶子肯定也是会变得比较稀疏。所以到下面，我们用淡墨干笔，对吧？你看笔中的这种墨到最后以后，到比较靠后以后，你看就是淡墨干笔，我们就点下面的叶子就点下面的叶子。这一棵树，你看墨的变化浓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对不对？穿插后面穿插树的话就变化一下树形。这个是双钩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用个单钩的过来，你看这就是单钩的这种树形，我们常讲了是双钩的树形。这个是我们单钩的树形，就用一个线去表现，对不对？用一个线去表现。这种叶子你看怎么去出？在以中心的树干为中心两边你看对吧？两边去长，我们去画这个叶子，你看两边去长。这是种单钩的单钩的树形。后面你看我们穿插一个简单的夹叶树。三棵树的话，对吧？三棵树的话，双钩、单钩，然后夹叶。我们在这个一幅构图里边，把这个树的钩法全都包括一下，然后我们都熟练一下掌握对不对？熟练的掌握。然后注意它后面遮挡的地方，你看树形遮挡的地方，过来透过来从叶子中间，我们把树干透过来，这样透过来。注意什么？注意我们穿插遮挡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树形的穿插遮挡的关系。喂，我们后边这个夹叶的时候，画夹叶树的时候，也是由上向下，先把这个小枝，对吧？先处理出来。我们开始画的时候都是先画什么？先画枯树，对吧？先把枯树你去熟悉一下。画完以后，长完树枝、树干，长完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们后面再长叶子，对吧？我们再长叶子。我们这个夹叶树是那种芥子点，个子点吧。芥子点有点太复杂，我们画个个子点，一个的个，对吧？你看三片儿，三片叶子是一组，看就和我们写个字一样中间、左右中间，对吧？左边一个叶，右边一个叶，中间一个叶，就是写个字一样一个的个，你看左右中间
哎，就是这个叶子啊。然后一组一组，3、5一组啊，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这样去组合。哎，这样去组合，那3个一组。哎，这和我们点叶子是一样的啊。哎，它有一个有一个规律，就是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转3聚5。我们常讲，哎，转3聚5。过来，哎，我们简单的勾一下，哎，我们简单的稍微勾一下。对，尖号，我现在用的都是尖号。对，我们这时候每一堂课每一节课，我们都稍微设计一下树的画法。看，因为我们山水画、山水画，哎，树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点景的，对吧？一个非常点景的一部分。哎，你看啊，上来2个叶子，哎，你看啊，假如树的画法，哎，我们简单的勾一点，勾一点。咱们记住啊，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哎，这样去组合到一起，也是有疏有密，对不对？也是有疏有密。我们前面点的叶子也是我们点叶的时候也是要有什么？哎，转3聚5，对吧？转3聚5，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也要有这种规律。哎，竖完，对吧？勾完竖以后，下面我就勾什么呀？后面的树后面的山石，对吧？后面树上的就是树后面的山石。由右向左，也是先把什么？哎，先把它这个轮廓线，对吧？山石的轮廓线我勾出来。你看，哎，先勾出来，对吧？先把这个山石的形状，对吧？我们先勾出来，向后延伸。哎，先勾出来，把这个土坡的轮廓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，你看勾出来以后，我们这要安排什么？我们安排一个点景的点景的一个江边的小亭，小亭子。小亭子画的时候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上面的亭子的结构。你看，先画个三角形，对吧？先画个三角形。哎，画完三角形以后，它分这个上面顶部结构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分完以后，不要这么对称的去分不要对称的去分。哎，一定要分出一个，比如说这个角对吧？这个夹角，对吧？这个夹角小一点，这个夹角稍微大一点哎，形成一个这样的透视效果。画成这样的是吧？这个结构对吧？夹角稍微大一点，哎，这个结构稍微夹角小一点不要平均不要做平均。下面还是先画左边的结构我们习惯都是由左向右，先把左边的这个停住，我先安排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这个过来，再就是右边这个
结构这样去安排。先把这个前面这个啊，这3个柱子安排出来以后，再安排后面这个，啊，对称到应该是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安排这儿。哎，安排好以后，我们在后面的山石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停在后面，穿过来。应该注意我们这个后面山石的结构，怎样在树后面穿过来？你看啊，穿过来，对吧？一定要把这个亭子安排到什么？哎呀，安排这个土坡上面啊，对吧？一定要安排在土坡上面。哎，小的石块儿，整体的结构，对吧？我们构完以后，下面就村。村的时候看我们整体的轮廓结构，对吧？比较明显。村的时候，村在哪儿？我们常讲，对不对？村在我们的结构线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左右啊，左右去村，左边2笔，右边2笔。你看啊，到后面，左边2笔分过来，右边2笔，对不对？把中间这个，对吧？这是我们鼓起来的地方，对吧？你要把它表现出来，哎，你要把它表现出来。后面的结构，啊，还是在这个轮廓线的后面，我去加村，左右，对不对？也是啊，看左右去加，对不对？你看左右去加村，就是我们今天用的也是啊，今天用的我们常用的披麻村，哎，短披麻，它表现就是表现我们什么南方的啊，南方的小景，江南的小景，用的披麻村。披麻村的整个特点，对吧？它就是比较用笔啊中锋，线条饱满圆润。哎，他画的山石，你看画的山石也是啊，哎，就是说比较什么，哎，比较圆润的那种山石，土质的山石，哎，我们就用这披麻村。看啊，村的它这个是什么？一个是表现山石的它这个纹理，对不对？山石的纹理，再一个就是为了表现山石的明暗结构。哎，明暗结构有鼓起来的地方，对吧？凹进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村了的地方，它就是山石暗的地方，就是凹进去的地方。为了加村，我就为了什么？为了表现山石的凹凸不平，它的结构。你看，还要注意我们村的时候啊，村的时候它的线，对吧？长短的变化，长短的变化。哎，不要说短的啊，短匹马就是特别齐的，对吧？就会我们裁剪过的线条一样，特别清晰的。你可以有长有短，你看有长有短，然后它的村，对吧？你看用笔的时候，它线有交叉，对不对？哎，它稍微的有交叉，不要平行，对吧？不要平行，对吧？它也有交叉。
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在结构线的后面，我们去加村，到上面平，就是说到上面这个平面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用淡墨干笔擦一下就行啊，对吧？不要加太多的村，就擦一下就可以。你看后面，你看村的时候，哎，在树的后面，哎，村的时候稍微细心一点，要把树的这个结构闪出来，哎，闪出来。看近景的山石，对吧？近景的山石，我们就用这个短匹马、长匹马去表现。哎，来一点。哎，这是我们常见的啊，画江南的水，这个近处的小的坡岸。哎，我们用这个短匹马去表现。它村的时候，看啊，村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在结构线的后面啊？哎，都是在结构线的后面，大家记住这一点。我们常讲，不管是哎你抚匹村、匹马村，对吧？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表现我们山石的这个立体，为了表现山石的立体，把它的结构能表现出来，对吧？就是为了把表现能表现出来。它的这个匹马村抚拼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啊。哎，近景的完成以后啊，它相对的来说，你看啊，这是右下角的，相对来说我们左上角对称的一个景致啊，构图。哎，小的石块，你看啊，我们画左上角的这个结构相对应，也是先勾结构。哎，我们先勾结构，先把比较靠前的我们这个山石先勾出来，对吧？你看，先勾出来，中锋，哎，注意它结构啊，轮廓结构勾出来。看啊，整体的上面是一个哎小的一个平台，小的一个平台。画这平台的时候啊，先把我们上面平台的结构，对吧？我们先勾出来，先勾出来，勾出来以后，我们再勾它的这个横断面，就是我们对这个侧面的结构。哎，我们再勾侧面的结构，下来，下面小的碎石，哎，小的碎石，对吧？先勾轮廓啊，我们先把整体的轮廓勾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去加村啊，哎，先把整体轮廓勾出来，看山石的形状，对吧？我们勾轮廓就为了什么？哎，为了表现山石的这个形状。哎，它山石是方的，是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简单的先把山石的轮廓勾出来就行，它的形状、大小、形状不同。哎，
后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结构，也是啊，勾完轮廓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分什么？分出里边的块面结构。块面结构常讲的，给10分3面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是不是前面一个结构，对吧？左边、右面，哎，分出这1、2、3，哎，分出3个结构来。这是相对来说啊，勾完结构以后，对吧？勾完结构以后，我们加村怎么去加？整体的有了外轮廓里边小的结构，啊，我们为了把这个山石把它立体感表现出来，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，你看加村左右，你看对不对？左右去加，加的时候加在哪儿？你看啊，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加在结构线的后面？大家一定记住啊，我们村的时候，哎，加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。看啊，前面呢，我加村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、轮廓线的后面去加的啊？到远山的时候，你看也是啊，这是结构线、轮廓线，看我加在这儿，一定要记住我们加村的这个位置在哪儿。哎，你看对不对？前面这一组，后面这一组，对不对？我加村的地方，哎，再来一点，到我们这个平台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平台地方也是由前向后啊去加这个村，加这个村，对不对？也是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。到平台的时候，侧锋这上面平面啊，用侧锋擦2笔。平台，对吧？完成以后啊，你看后面的结构，在这个还是在这个轮廓线的后面啊，哎，我去加村，嗯，还是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个位置。后面那个，哎，我们前面这个面怎么去表现？过来，你看啊，左右去加，对吧？我左右去加这个村，哎，左右去加村，把前面这个部分，对吧？我左右加了村以后，很自然前面这个我就是对吧？哎，就会鼓起来，对吧？两边按下去，你看加了村以后，是不是？哎，两边按下去，中间就会鼓起来，它就是山是比较亮的地方，哎，比较亮的地方。到后面你看啊，这是一个结构线，对不对？这个结构线，我们加村的时候，哎，加到这个结构线的后面，嗯，对吧？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也一定要心里明白，我加村，为什么要这个村山石？
对吧？它这个村加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，哎，一定要明白，不是淡墨啊，我们用的时候，你看，每次我们调墨，对吧？我们每次讲调墨，你看笔尖调墨，对不对？你笔尖调墨，笔尖调了墨以后，你画的时候啊，你画的时候，它很自然的产生，就是我们点数一样啊，很自然产生浓墨淡墨的变化，不是说你就说我整个山石后边山石就用淡墨，对吧？前面山石就用重墨，不是那样的，它只是在墨的变化上由浓到淡，是这样的啊，不是你画山石，我前面就全是用重墨去画，对吧？后面全是用淡墨，好吗？它没有墨的这个浓淡墨变化，它没有浓淡墨的变化。这个画来说，你感觉就是说比较平，相对来说比较平，整个墨你没有这个变化。哎，你看啊，哎，稍加一点小的碎石块。我们画这个点景的时候啊，你看看啊，树木、山石完成以后，我们在中间的这个水面上，我们画一个点景的小船儿。哎，我们画船的时候啊，画人物和船的时候，用笔呢，再稍微用一个小一点的笔，不要用那个特别大的啊，稍微小一点。然后呢，控制这个墨呀，对吧？控制的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，稍微干一点。先画什么？先画船上的点景人物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！先画船的点景人物，不要先画船。画船以后，好出现什么问题？就是说，人物你画了船以后，你人物这个安排不好的话，对吧？很难说这个说协调到一块，画不到船上，有的时候出现那个问题。哎，先画这个点景人物，哎，先画他的头部结构啊，你看，哎，先把头部结构画出来，看，哎，先画头部结构，再画什么呀？哎，再画它的这个上身的结构。哎，它是，你看，哎这样一个结构，让它坐到船上，这样的啊。哎，它这个我们画的这个点景人物，对吧？都是那种明以前的啊，明以前的那种长，就是说长袍大袖，哎，这种服饰，哎，这种服饰。看，先把人物画出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安排小船儿，哎，你看，我们再安排小船，哎，先把船板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先把船板画出来，画完船板，船舷，哎，船舷，哎，上面的船面，哎，看船面勾出来，船舱用淡墨，
哎，我们船舱用淡墨稍渲染一下，稍染一下淡墨就可以，稍染淡墨就可以。然后这个船棚，对吧？我们船棚稍勾一下，哎，交叉各个结构。哎，可以画一个鱼竿，你看啊，画个小鱼竿。哎，看点景的完成以后，我们画这个传统画的时候，对吧？它没有这个倒影。我们画现代化的时候可以有倒影，但是画传统画的时候，对吧？它是没有倒影的。我们用什么呀？就是说勾那种水纹，对吧？轻微的勾一点水纹，中锋、淡墨，看少来一点，哎，少来一点。我们勾这个水纹的时候，对吧？它不是说我们常讲不是那种就是大的江面上有风，对吧？起浪花，哎，它就是说比较平静的小河。所以我们画这个水纹的时候，哎，对吧？稍微的有一点波纹就可以。你看啊，就那种你画的时候，你让这个笔呀稍微的抖动一下，哎，抖动一下，哎，稍微有一点波纹就可以。对不对？哎，稍微的有一点波纹就可以，不要画的这个浪太大。哎，小的水纹儿，小的水纹，哎，用淡墨，对吧？稍勾一点水纹。小船的下面啊，你看，小船的下面也少勾一点，哎，少勾一点，对吧？少勾一点水纹。远山的地方我们也来一点，啊，都可以啊，少勾一点。哎，就是这种比较平静的水面，哎，比较平静的水面，哎，稍微有一点画的时候，对吧？不是直线就行啊，我们稍微的画笔，你看，稍微这样颤抖一下，哎，它就有一点这个显点这个水纹就可以。这个线呀、它不是直的就行，稍微有点变化。开始啊，你看我们把整体的墨稿勾完以后，对吧？我们需要染色的时候，你看染色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尽量啊，不要加太多的淡墨，也不要加太多的淡墨。所以说我们画这个墨稿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想上浅酱啊或者水墨的时候，你稍微的淡墨可以加的多一点。但是我们要上小青绿的话，看这个颜色，这个墨色，对吧？不要加淡墨加的太多。勾完以后，大家勾完以后稍微喷一点就可以。哎，我们这个墨稿完成以后，看我们需要稍加一点，看我们树木的下面啊，看树木的下面，对吧？可以加一些小的灌木，你看啊，哎，加一些小的灌木，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。
尤其是我们要这个学习的话啊，学习的话，一课看什么老师的树，对吧？树画的好不好，很关键，哎，很关键。因为山水画来说啊，从古代到现代来说，都是以树木为主，然后山石，对不对？你看山，这个有树了以后，我们常讲啊，山有树，就是它就秀气很多，秀气很多。有的画家他不敢画树的话，什么？哎，一看都是光秃秃大石头，对吧？它没有生机。这个画山水画来说，有了树，它就有生机。哎，我们在树的下面，对吧？加一些小的灌木，你看整个画面来说，你看就不是说像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对吧？只有山石，光秃秃的山石，一看就是说它没有生机。像我们加了一些树木啊，对吧？苔点，苔点是什么？哎，苔点就是我们山上的小的灌木、小草啊，对吧？也是这样的，它是代表这个啊。对吧？我们山上山石上面，对吧？你不要说，哎，都是说它不长这个什么树木啊，哎，一定要让它生机勃勃，一定要有生机勃勃的这种状态。你看啊，对吧？我们加了苔点、树木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总不能我们画了单独的写个山石，对吧？没有树木。你到山里话以后，我们要去写生，对不对？你到山里边去看的话，它不可能全都是山石，它有树木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树木、山石，哎，都要去学习，都要去临摹。看树上，哎，可以加一些开点，丰富一下啊，哎，丰富一下我们的树木。看远处的啊，远处的山石，哎，看我们可以画一些，对吧？小的树木，哎，小的树木，先画树干，对不对？先画树干，然后由上向下去点它的树叶。你看，点树叶的时候，我们用横笔去点，哎，用横笔去点，就是把笔侧过来，对吧？侧过来，用我们笔肚的这一部分，哎，去点。点的时候注意什么？注意它树的高低错落，对不对？高低错落。还有什么？它的墨的浓淡变化，哎，浓淡变化。我们画的时候，对吧？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线的变化，对不对？线的粗细变化，对吧？你不要画一块山石，对吧？它整个从勾线到里边的结构、轮廓线，它都是一个一个线去表现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有什么粗细，对吧？粗细转折，对吧？它线一定是有变化的啊，一定是有变化的。哎，小的，对吧？小树丛画出来。哎，我们点这个点开的时候啊，对吧？我们墨稍微可以重一点啊，
稍微重一点，加在什么？加在我们山石明暗转折的地方，加在这个地方啊，加在这个地方，明暗转折的地方，稍蓝一点，丰富一下啊。上面蓝一点，点它的时候，你看稍微的墨的让它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，再来，也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，你看啊，加的小的树木，浓墨淡墨，对吧？浓墨淡墨要有一个层次，一定要有层次。看我们点完胎点以后，对吧？我们稍亮一下，我们去上色，稍微上一色。好的。靠近水面的地方，你看啊，靠近水面的地方可以勾什么呀？我可以勾一点，水草啊，我们小水草。勾的时候用这个我们的笔尖部分啊，稍微墨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。你看啊，靠近，对吧？靠近山石和水交叉的地方，对吧？交叉的地方，上来一点，你看，勾一点这个小的水草，你看这水纹的地方，看啊，对吧？我们下面勾水纹的地方，稍勾一点水草，用笔尖去勾啊，用笔尖去勾，看，稍微来一点水草，是不是？你看勾了有树木，有小水草，对不对？感觉我们的画面，对不对？生机勃勃，就有那种生机。如果你看没有这个点缀的树木，比如说我们把树木去掉，对吧？把树木去掉，把小草去掉，只有这个光秃秃的山石，对不对？就毫无生机。开始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开始学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先什么？先画树，先画树，然后山石，这样一步步来的。我们开始画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先把树画好，再画下面的这个石块。所以说我们开始画的时候，学的时候，对吧？一定要先把这个树木掌握好。好的，稍加一点小草，你看我们整个画面是不是，对吧？有小草，有这个小亭子，小亭子，对吧？还有我们小船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整个画面来说，对吧？有人气，然后树木，树木就是说生机勃勃向上的树木，对吧？生机勃勃这样的画面，对吧？才是说一看这画面比较丰富。
要有生机。下面就是啊，我们把墨稿画完以后啊，我们上色之前一定要把什么？把墨稿我们要这个干透了以后，我们再上颜色。哎，我们干透了以后再上颜色。想截图的朋友可以截图。远山我们一会儿画，对，我远们只山一会儿要用对用颜色，对用颜色我去画一个远山。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上色，对吧？上色，现在就是说上浅酱还是上小青绿？同学们喜欢小青绿还是喜欢浅酱的？对，我们就是对打在公屏上，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因为我们还没上色。可以说，老师说你们要喜欢小青绿，我就上成小青绿的；也喜欢浅酱的，我上成浅酱的。有浅酱的，有小青绿的。颜色不带呀。你墨稿不要画的都是。对。还有我们记住啊，画墨稿的时候不要画的太重，很重啊。那墨稿画的很重，上颜色以后，它整个画面它没有墨的变化。为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用墨比较淡？它因为它里边仔细看一下，你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能放大缩小的话啊，你去看仔细看一下它的墨的变化，它是有浓淡墨的变化，不是单一的这种。你看单一的这一块全都是重墨啊，不是那样的。它从前面这一块山石到后面山石，它有个浓淡墨的变化，它有个浓淡墨的变化，它不是说单独是淡墨，也不是单独的是重墨，它有个浓淡墨的变化。喜欢这个浅酱的，我们就今天上一个浅酱的颜色啊，上个浅酱的颜色。浅酱就是以什么呀？以赭石花青为主，赭石花青藤黄为主，这个颜色。你看，我们常这个用赭石，看赭石颜色，一直给大家强调，看赭石颜色它比较什么？比较太亮，对吧？太红，所以说我们上那个赭石的时候，可以稍加一个什么？加一点藤黄，稍调一点藤黄，对吧？稍加点藤黄。这个颜色加了藤黄以后，我们赭石加了藤黄以后，它的颜色比较柔和，上到这个画面上比较柔和。看啊，开始上色，赭石、藤黄，稍来一点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哎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哎，稍加一点淡墨。我们先上树干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树干，哎，树干地方来一点，稍微来一点。上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就是说，画面如果有个树干，对吧？画的树干比较大一点的话啊，你看勾的时候，你可以沿着这个结构线，你看，沿着结构线这样勾一下，让这样的结构线勾一下，它中间的颜色啊，你看树干的中间的颜色，对吧？有一点上不到颜色的地方，哎，你就很自然的流出来就可以啊。看，就沿树干的地方上一点，哎，先上树干啊，哎，我们先把树干的地方染出来，哎，下来，你看啊，下来，哎，树干完成以后，对吧？下边就是亭子的地方，小亭的地方，哎，亭的这个
先把亭子的柱子，这个四个柱子，哎，这时染一下，啊，这时染一下，它的上面看啊，上面亭子上面这个面儿也要用赭石去染，你看，哎，淡淡的染一下。你看，我们看这个，有同学刚才有同学啊，那个墨是不是有点淡？其实我们看，你看这个古代的画的话啊，你看宋这个元明到清的，它的古代的画啊，它的墨，对吧，都很淡雅，颜色上的也非常薄。它只要不是这个大青绿啊、金碧山水，就是它小青绿上的也颜色也非常薄。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重，墨线也是，它的墨线很淡雅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网上的传统画，对吧？宋元明清，你可以欣赏一下。哎，你看画山石，山石的颜色浅绛怎样去上？赭石，哎，我们先上赭石，哎，上在亮面啊，哎，上在亮面，上来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常讲随类赋彩，我常讲这个啊，随类赋彩，就是说我们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去上颜色。你看前面这个山石，它的墨稍微重一点，让我们上颜色呢，对不对？上颜色可以重一点啊，前面的颜色可以重一点，哎，可以重一点，嗯，上颜色可以重一点，哎，到后面你看啊，树后面的山石是不是它的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墨得淡一点？所以说我们就画上它的颜色，你看我们可以淡一点，对吧？可以淡一点，哎，可以淡一点。要随着，哎，我们颜色要随着墨的变化，哎，随着墨的变化，也就是墨重色重，色深一点，对吧？然后墨淡的地方，我们颜色浅一点，哎，浅一点。到后面，你看啊，到后面淡淡的上一点，哎，淡淡上一点。那前面的颜色我上的可以重一点，对吧？可以重一点。远山，哎，也是啊，赭石，先上赭石，亮面来一点，平台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平台的地方要留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平台我不能上赭石色啊，上别的颜色。哎，上来一点，看随着我们的墨的变化，哎，一定要记住我们墨的变化，墨淡，颜色浅，墨重，颜色深。哎，要记住这个啊，记住这个规律。
就是说我们色不爱墨，就是说尽量我们颜色不要覆盖这个墨线啊，也不要覆盖墨线。赭石，看啊，浅酱色就是以赭石、花青为主。上完赭石以后，下面我们上花青。淡的花青色，把这个赭石，花青，来点花青，少来点花青。花青色，看啊，花青，我们要用这个花青加一点什么？稍加一点淡墨。你看啊，花青里边稍来一点淡墨，稍加一点淡墨。先染什么地方？我们先染前面点叶的地方。你看啊，前面点叶处，用花青调淡墨，调成这个墨青色。我先染前面点叶的地方。我们上色的时候，你看上色的时候也是啊，在笔尖去调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在笔尖调颜色。上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笔尖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随着我们重的时候，我们先上什么？先点这个叶子墨重的地方，然后边点颜色，随着墨，你看到这个淡墨的地方，刚好我们笔中的颜色，也是啊，也是到了它比较淡的、比较浅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和我们点墨的这个调墨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我们蘸颜色也是这样去啊，这样去蘸。下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上完以后，这一笔颜色用完以后，我重新再调，重新再蘸。你看，到下边，随着下边墨淡，我们颜色对吧，也是变成浅颜色，也是变成浅颜色。下来，然后这后面的这个点叶的这个树木，也用这个颜色勾一下，用这个墨青色勾一下，勾一下。到山石的部分啊，山石的部分，我在暗部加花青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把花青加在山石的暗部，加在山石的暗部，让它的花青和我们的赭石，对吧？有过渡颜色。你看啊，有过渡颜色，不要什么呀？不要我们上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不要上的特别齐啊，就是说这个分界线特别明显，花青就是花青，赭石就是赭石，对吧？一定要有一个过渡，稍微上颜色。你看上花青的时候，我们稍微往上稍多来一点，
对不对？看，可以多来一点，对吧？让它颜色花青和赭石，对吧？稍微有个过渡，多来一点。哎，花青来一点。看啊，我们盘子里边，我们调色盘里边，花青、藤黄、赭石，对不对？这个浅酱色就这3种颜色啊，哎，就这3种颜色。看上色的时候，对吧？可以上面多来一点，对吧？多来一点，稍微多来一点，让它和赭石，对吧？一定要有一个过渡。哎，下面你看，来一点，稍微来一点。看我们也是，我用颜色也是啊，随用随调，我不是一下调多少啊，你看，用完以后我重新调，用完以后我重新调，不要我们一下调多少颜色，你调成一种颜色，对吧？它的颜色没有过渡，都是一个，你调成一个盘子的都是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你在上的时候，它没有深浅的变化，所以说我们上色的时候也是啊，也要掌握这个，它有深浅变化，对吧？它有深浅变化。到后面你看啊，哇，下来，你看，哎，暗部我们上花青，对不对？暗部上花青，亮部我们上的赭石。哎，下来，平台，你看啊，平台用花青，我加一点藤黄，看我们染平台的地方啊，花青、藤黄，然后稍加一点3绿啊，你看啊，花青、藤黄加一点3绿，我们染平台的地方，哎，让它是稍微发一点绿色啊，平台，来一点，哎，这是平台啊，稍微来一点绿色，稍微来一点绿色，哎，远山，你看啊，远山用什么？花青啊，我用花青，花青稍加一点淡墨，有一个大一点的笔，哎，少来一点淡墨，哎，还是这个墨青色啊，你看，我们还是调的这个墨青色，我用大一点的笔，我去画个远山，笔尖蘸墨，你看啊，我们笔尖蘸墨，哎，稍来一个远山。下来，到下边，哎，让它吸下来，哎，让它
它虚下来。哎，用花青啊，哎，花青调大墨，调到墨青色，我直接染出远山来。嗯，哎，直接染出远山，让它下面啊，对吧？我们下面用清水把它虚下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虚下来，哎，直接用颜色，对吧？我们画出远山。过来，哎，虚一下，哎，让它颜色由深到浅。你看啊，趁它湿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颜色虚下来，由深到浅，有个变化，对吧？有个变化。然后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个盘里边这点墨青色，看到墨青色干什么？哎，染水面啊。我们用原颜色把水面染一下。染水面的时候，看我们勾线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勾线的地方，哎，用这个颜色，哎，复勾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复勾一下，来一点，哎，淡淡的复勾一下。哎，就是我们勾大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勾大墨水纹的地方，我用这个墨青色，我们调的花青，调的墨青色，哎，上来一点，复勾一下这个水纹就可以。你看，哎，复勾一下这个水纹，哎，淡淡的勾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淡淡水纹勾一点。我们浅酱，对不对？我们画浅酱的时候，它表现了什么？表现这个秋景的时候比较多，表现秋景用的比较多。你看，我们画小青绿表现什么？春天，对吧？夏天用的比较多。这个画这个浅酱的时候，画什么？秋天，还有什么？哎，冬天有时候也用这个浅酱的这种设色方法，它表现秋天那种清爽。哎，还有颜色相对来说也比较单调的。你看画这个小青绿的时候，它颜色有绿的，对吧？有三绿、三青、浅绿，它颜色比较多。你看我们画这个浅酱的时候，表现秋天的时候，就是赭石、藤黄、花青，局部可以用点什么朱标颜色。哎，这水面啊，稍复勾一下。近景的地方稍加一点，对吧？稍加一点花青。哎，不要加别的颜色，它浅酱就是花青、藤黄为主，上来一点。哎，然后我们啊，
小船的地方，赭石，哎，用赭石去染，赭石，哎，勾一下，哎，你看浅的赭石，哎，渲染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物啊，不要上颜色，只把脸部，你看啊，脸部用赭石调了点藤黄，哎，少调一点藤黄，哎，把脸部点一点，哎，看啊，这个人物的衣服啊，就是白色的啊，就是白袍，哎，不上颜色，我们不上颜色，哎，然后夹页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夹页地方稍用一点什么呀？用一点朱标，哎，夹页地方稍来一点朱标。哎，我们看啊，我们后边夹页处，哎，朱标来一点，哎，你看啊，就夹页地方，朱标就可以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表现都是秋天的啊，哎，朱标来一点，加在我们点在我们夹页树的叶子上。哎，也要有深浅的变化啊，它颜色对不对？你可以有深浅的变化，对吧？深的地方让它红一点，对不对？让它稍微红一点。你可以朱标的颜色多一点。到后边浅的地方，你看，随着我们颜色变浅以后，对不对？它颜色很自然的，哎，看这是夹页的地方，哎，用这个朱标稍点一下，稍点一下，丰富一下我们叶子的结构。啊，整体的，对吧？我们浅酱的颜色，基本上啊，基本上这个以这个颜色为主，哎，基本上就以一个颜色为主。亮部赭石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亮部赭石，暗部是花青，啊，小的石块儿，哎，我们稍微补充一下。哎，看，哎，这是我们浅酱的上色方法。哎，这是浅酱的上色方法。看，我们可以啊，整体的颜色，哎，整体的颜色，亮部赭石，暗部花青，对吧？平台稍微有一点绿色，整体上以这个颜色为主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浅酱，它表现的秋景比较多，那小酱批景比较多。这是我们啊染完以后的效果。你看这样染完以后，你看感觉出来它的墨不是说你们想象的那么淡，对不对？